我和发小合伙养蛤蜊5年了，这5年至少挣了300万，我能分150万。这里好脏呀！没事，咱一会儿就回去了。林晨，我来是跟你说个事儿，没我家的地，你的技术一文不值。这飞鸿，我最多给你3万，爱要不要？3万？这几年利润300万，说好的对半分却只有3万。什么？3万？咱这工人1年也有3万了。你别着急，林晨跟咱老板可是发小，肯定另有安排。分店马上要开了，你把那套水质调控的配方写下来，交给新来的技术员。完整配方？废话，不写完整，水质坏了蛤蜊全死，算谁的？哼，强子，当初说好的，我出技术，你出摊体，利润分配我可以退让，但3万块是不是太绝了吧？林晨，你怎么也开始钻钱多了？林晨，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想要多少钱？我承包这片滩滩的租金，疏通航道，打点村里上下的关系，哪一笔是小数目？你不过就是每天测测水温，往水里撒点药粉，坐着拿3万，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做人要知足，林晨。林晨，话不能这么说呀。没有强哥这块风水宝地，你现在说不定还在哪个码头扛大包呢，一个月能赚几个钱？是强哥给了你平台，你才能把你的手艺变现，你应该感恩才对。咱们10年的光屁股兄弟，难道要为这点小钱伤和气？新来的技术员是我表弟，都是自家人，你把配方交给他，我才放心去市里跑业务嘛。表弟，自家人。金沙蛤蜊的商标我已经注册下来了，以后咱们做大做强，这就是金字人的那一栏，只写着2个字：周强。你笑什么？我笑我自己眼瞎。周强，咱们散伙吧。散伙？林晨，你是不是海水灌进脑子里了？离开我这边滩涂，你那点破技术能卖几个钱？谁会认？你别忘了，金沙这个牌子是我的。行啊，我也不亏待你，今年的3万块就在这儿，算是遣散费了。以后别出去说我周强对不起兄弟。如你所愿。出了这个门，以后就算跪着求强哥也回不来了。徐叔，村西头那片废弃的死滩，我要了。你要去邻村买那块死滩？对，今天就能签合同。陈子，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那块滩涂是出了名的死水湾，水流不畅，底泥发黑发臭。前几年承包的人连本带利赔了个底朝天，现在白给都没人要。徐叔，别人养不活，不代表我养不活。我手里有外公留下的水质调控方子，死水我也能给他盘活了。行吧，既然你铁了心，下午来大队部找我。挂断电话，我摸了摸口袋里那5万块钱，全部家当。在这个寸土寸金的海岸线上，5万块连一片好点的滩涂边缘都租不到，但我别无选择。3年3万块，这已经是最低价了。陈子，叔劝你最后一句，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谢谢徐叔，这片滩涂以后姓林了。林晨，我听说你花3万块把邻村那个臭水坑给包下来了，你是不是穷疯了？准备去那里养绿头苍蝇啊？我的事儿轮不到你操心。哟，脾气还挺大。我告诉你，那片死滩要是能养出蛤蜊，我周强2个字倒过来写，王丽还说你骨气硬。我看你就是个蠢货，拿着我的钱去打水漂，真是笑死人了。周强，把你的心放肚子里，好好守着你的风水宝地，别哪天连底裤都赔进去。你敢咒我？林晨，你个白眼狼！我现在的订单排到明年。第2天一早，我带着买来的铁锹和水桶来到了那片死滩。说实话，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果然是一个死滩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挽救得回来。看见了吧？这比你小时候咱们在这摸鱼那会儿差了10万8千里。这哪是海呀，这就是一锅烂泥汤子，这底子都臭了。金沙蛤蜊那东西比娇小姐还难伺候，水要活，沙要净。你看看这死水一潭，连最贱的泥鳅都活不过3天。你小子要干啥？眼见为实，我得下去摸摸底。徐叔，你看，是海沙，底下还是原先那层细海沙，没死透，还有救。光有底沙有啥用？这死水，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啊！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吃住在滩涂边的一个破窝棚里，那个窝棚四面漏风，能把人骨头缝都吹透。这活不是人干的，黑泥又黏又重，一敲下去，拔出来都得费半天劲儿。几天下来，双手磨出了血泡，我用破布条缠了几圈，接着干。徐叔偶尔来看我，每次来都直摇头，放下几桶干净的淡水，转身就走。那个叫林晨的，怕是个傻子吧？花钱买个臭水坑，天天在里面挖泥巴，真以为自己是精卫填海呢。周老板那边都开始出大货了，他这边连个水花都没见着。而我正在海礁上小心翼翼地刮着一种暗绿色的海藻。喂，城里的大学生，都捣鼓啥呢？海藻，那玩意儿猪都不吃，你采它干啥？熬汤啊？不是给人吃的。听见没？不是给人吃的。这小子挖沟挖疯了，现在又开始采猪草了。我就说嘛，这娃脑子有毛病，又是挖沟又是采草的，当自己是大罗新鲜呢。等着看吧，折腾不了几天，钱花光了就得哭着走。外公说过，做这一行，嘴巴长在别人脸上，功夫长在自己手上。最关键的是改良底质。10寸3两，马尾草1两半，参石灰5斤，威士粉8两。外公的方子我从小就看，但真正亲手调配还是头一回，心里其实没底。谁知道这方子放了这么多年，还管不管用？明天就能见分晓。徐叔，水活了。你这小子用的啥法子？活了，真的活了。这水，我外公留下的方子，本地海藻加上绳石灰和月石粉，能中和硫化羟，分解底泥的毒素。你外公是个能人，这方子从来没听人提起过。到，先试试。行，那你来拿吧，我晚上都在家。就这么点了。本来买的时候有200多克，在我缸里泡了1个月，陆陆续续死了一大半。你要是再晚来几天，估计1颗都不剩。我点上煤油灯，用海水把苗掏了好几遍，死的捞出来扔进旁边的盆里，活的放进另一个盆，最后剩下不到50克活的。我把它们放进一个干净的塑料盆里，田底铺了一层细沙。你们可得争气。进去啊！大部分都钻进了沙里，能看见沙面上有几个微微隆起的小包，那是蛤蜊埋在下面的痕迹。我数了一遍，大概有30多个小包。我拿起来看了看，壳口已经松了，里面的肉体发白，没有收缩反应，水清了，沙净了，但蛤蜊就是活不了。我把外公的笔记本翻了一遍又一遍。徐叔，我不明白，水温19度2，盐度28%，溶解氧8.7，pH 值8.1，每一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底泥也改良过了，弱化项含量大幅下降，水是活的，沙是净的。是不是这地就是不行啊？死滩复养不可急投苗，先引杂鱼杂虾，以活物养水，待其自生自灭一轮，生态系统初建，方可投苗。如祖父当年即因心急投苗，损了一季收成，吾记此以戒后人。对不起，是我太急了。我来到一旁的小溪，用水桶抓了几条螃蟹、虾米。回到滩涂，我把桶里的东西全倒进了水道里，那些小鱼小虾迅速四散游开，水色变了，不是那种死水的浑，是带着生命气息的浑。我甚至能看到水草丛中有新生的小生命在活动。我知道这条死水湾里的生态系统终于开始运转了，有循环了。这一次我的谷粒苗不会死了。又捣鼓啥呢？引了点杂鱼。外公说的，水清不等于水活，得先把生态链建起来。现在活了？活了，里面有鱼有虾有螃蟹了。你外公要是还活着，看到你这样，不知道得多高兴。他走的时候让我记着，天下无死滩，唯有懒人，这是他说的。你外公的字还是那么硬气。苗呢？什么时候去买？明天就去。钱够吗？够了，徐叔。今日引杂鱼入水，生态系统初建，祖辈之训不敢再忘。先吃东西，吃完了，叔陪你去镇上。去镇上？去苗场啊！你不是要养金沙狗粒吗？这滩涂活了，总得把苗请进来吧？哟，这不是林大老板吗？怎么，臭水坑挖完了，准备去哪儿捡垃圾啊？强哥让我给你带句话，镇上所有的苗场他都已经打过招呼，你就算把腿跑断，也买不到1粒蛤蜊苗。
老板，咱们之前合作的挺好，怎么突然就没苗了？林兄弟，真不是我不卖你，强老板昨天亲自过来了一趟，把我们这几个厂的苗全包了，还放了话，谁要是敢私下卖苗给你，以后就别想在这一带做生意。他自己的滩涂根本吃不下这么多苗，密度太大，会出事的。人家有钱，人家乐意。林兄弟，你别为难我了，我一家老小还指望这个厂子吃饭呢。我看着老板无奈的表情，知道多说无益，一连跑了3家苗场，答复如出一辙。周强用钱和势力在镇上筑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高墙，把我死死挡在外面。林晨，跑断腿了吧？强哥说了，在这个镇上连个蛤蜊壳都不会让你捞到，赶紧回你的臭水坑里待着吧，别出来丢人现眼了。我现在不是发脾气的时候，没有苗，滩涂就真的成了一片废地。镇上买不到，那就去更远的地方。2000，这是你全部家当了。镇上的苗场我去问了，周强那小子放了话，谁要是敢把蛤蜊苗卖给你，就是跟他过不去。他那个人你也知道，这10里8乡的养殖户都怕他3分。我知道，你知道还在这儿等着？没苗你这滩涂养什么？养水草吗？所以我不在镇上买。那你去哪儿买？300公里外，滨海市那边有个苗场，不归周强管。300公里，你疯了吧？蛤蜊苗那东西娇贵得很，长途运输温差一折腾，能活1半就算烧高香了。再说你有冷链车吗？没有，但我有大巴车。你真是疯了！坐大巴运蛤蜊苗，我活了60多年，头一回听说这种事儿。你小子，我拿着从滨海市蛤蜊苗坐在回去的大巴上，每隔一会儿我就伸手探一下箱子里的温度，心里一直悬着。大巴在服务区停下，我第一个冲下车。我说小伙子，你这箱子里装的是啥宝贝？这一路上你下去加冰加了得有4、5回了吧？蛤蜊苗？什么活的？活的，温度一高就死。那你这运费比货都贵了吧？2张车票加上这一路折腾，下一站我多停5分钟，你慢慢搞，别慌。谢谢师傅。大巴终于到站，我抱着泡沫箱跳下车，一路小跑到滩涂边。有些苗子的壳还没有张开，它们还没来得及在滩涂里长大，就死在了这300公里的路上。1/3，死了1/3。我咬住牙，把那股酸涩硬生生憋回去。这些苗已经是我最后的希望。新投放的谷粒苗也顺利地沉入水底。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像和尚念经，每天凌晨4点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测水温。这几天，我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这里。你看看这个，手机屏幕上是王丽的朋友圈，周强的滩头上密密麻麻全是蛤蜊，水面几乎看不见，饲料像雪花一样往水里喷洒，密度太高了。什么密度不密度的？你看看人家那阵仗，再看看你，天天拿着个本子写写画画，跟个教书先生似的。你知道村里人怎么说吗？说你是书呆子养轱辘，瞎搞。徐叔，您看我这水，水是挺清。他们那种养法看着热闹，蛤蜊密度超标，投饵量过大，水质用不了多久就会恶化，底质一旦腐败，整片滩涂就完了。可是人家有产量啊，你呢？你这稀稀拉拉的能赚几个钱？我不赌产量，我赌品质，养出极品的蛤蜊，一个能顶它10个。水温19度3，盐度28%，溶解氧8.7。今天的饵料配比需要再调低半成。你看这水清的跟自来水似的，人家周强那边蛤蜊都快铺满滩了，这儿倒好，水倒是清，就是看不见几个蛤蜊。喂，书呆子，你没听过老话吗？水至清则无鱼。你这水养的再干净，没蛤蜊顶什么用？溶解氧8.9，又来了，天天就那几样东西，跟个药铺伙计似的。走吧走吧，跟他说不通，等着看笑话就完了。水质清则无鱼，但这是金沙港蛎，你们不懂。水质差，蛤蜊也能活，但只有水够干净，肉质才会鲜甜。你们要的是数量，我求的是品质。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预警，预警信号从蓝色一路上到橙色。徐叔打了2个电话给我，催我去村里避避。那卧棚经不起台风吹，你赶紧回来。再等等，滩涂刚起步，
蛤蜊苗刚下去没多久，我在滩涂上跑来跑去，把所有能加固的地方都加固了一遍。堤坝上垒了石头，窝棚的顶用粗绳子绑在地上，能搬的东西全搬进了窝棚里，又找了几块大石头压在堤坝的薄弱处，腰都差点闪了。半夜2点多，一声巨响从滩滩方向传来，我心头一紧，披上雨衣冲了出去。手电筒的光在暴雨中只能照出2步远，雨水打得人睁不开眼睛。手电筒的光一照过去，我的心猛地沉到了底。主河道旁边会被堤坝塌了一段，泥土被水冲出一个豁口，如果不堵上，我花了几个月的心血，可能这一夜就全没了。我没犹豫，跳进了水里。我搬起冲散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往回垒，腿肚子开始抽筋了。我一只手抓住石头的边缘，另一只手按住小腿，咬着牙蹬直脚后跟，疼得额头上全是冷汗，但不敢松手。垒石头搬沙袋，沙袋在水里特别沉，每搬一个都要费尽全力。风还在打，我不知道自己在那片水里泡了多久，也许2个小时，也许更久。时间在暴风雨里变得模糊不清，只记得后来雨小了，风也弱了，天边露出一丝灰白色的光，黎明来了，终于堵上了豁口。我爬上岸，瞬间就瘫倒在泥地上。我已经没有力站起来处理伤口了，就在泥地上躺了不知多久。台风过去了，海面恢复了平静。滩涂救下来了吗？救下来了。在台风过后，我又加固了堤坝，终于是保住了蛤蜊苗。台风过境，我这边只损失了不到1成，基础设施好的优势就在这里，不像某些人一场风就能把裤衩吹没。求命呗！数据不会说谎，蛤蜊不会说谎。到时候看，1个月后，这些只有指甲盖大小的普通苗，现在长到了硬币大小，它们的壳色正在泛出一种淡淡的金色的。外公，你的方子真的起作用了。怎么了？摔着了？这壳子上是金色，这不可能啊！你买的不是最便宜的普通苗吗？普通苗怎么能养出这种成色？普通苗只是基因一般，但生长的底子可以改变。水够净，沙够细，矿物质够足，它们就能长出这层金色来。阿晨，你知道这成色的蛤蜊在市场上能卖多少钱1斤吗？还不知道，但肯定比普通蛤蜊贵。至于贵多少，等收成的时候就知道了。大半年了，你这小子还是头一回笑得这么好看。陈子是市里最大的海鲜酒楼老板陈总，他可是出了名的嘴刁，对食材的要求苛刻到了极度，他怎么会来咱们这儿？小伙子，听说你把这片死滩盘活了？陈总过奖了，刚刚起步，还在摸索，能不能弄点样品上来，让我看看成色？壳薄，肉厚，颜色正。好，太好了，没有一点泥腥味儿，鲜甜回甘，这是我这几年吃过最顶级的蛤蜊。小伙子，你这批货什么时候能出来？大概还需要2个月。好，这批货我全包了，价格按市场价的3倍走。3倍，赢了。强哥，这什么破地方啊，连个落脚的干净地儿都没有。陈总，您怎么跑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来，抽烟抽烟。我来看看林老板的养殖场。陈总，您怎么跑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来，抽烟抽烟。我来看看林老板的养殖场。周老板，水清不清不在于表面，在于底子。林晨，你长本事了啊！敢背着我撬客户！哎呀，不好意思，脚滑了。你干什么？冷静，越是这时候越要冷静。怎么心疼了？就你这点破家当还想跟我斗？我告诉你，林晨，只要有我周强在一天，你在这个圈子里就永远是个臭要饭的。就是，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想攀陈总的高枝。强哥，咱们走吧，
这里的空气真让人恶心。林老板，听说陈总去你那边了，你那批极品金沙可辣，能不能给我留一半？价格好商量。抱歉，李总，这批货陈总已经全包了。周强，你踢翻我的桶，脏了我的水，但我现在不想跟你计较这个，因为你的水已经发臭了，最多半个月，你引以为傲的那些蛤蜊全得死。我的水好得很，你少在这危言耸听。凌晨，你给我等着，咱们走着瞧。陈总，让您见笑了。林老板，这水质被破坏，对蛤蜊影响很大吧？陈总，您放心，真正的技术不是怕污染，而是能化解污染。哈哈哈哈！好小子，真有你的！签字吧，定金明天就打到你账上。收到定金之后，我雇了几个村里的闲散劳动，一步步扩大滩涂规模。陈子，出事了！周强那边的蛤蜊开始死蛤蜊了。意料之中，高密度要加上盲目土喂，水体富营养化是迟早的事。听说一早上捞上来好几百斤死壳，水面上全是白沫子，臭气熏天。他那可是几十万的本钱啊！周强的死活与我无关，我只关心我自己的蛤蜊。继续给我加大投喂！我没有管周强的事情，都在一心一意发展壮大自己的滩涂。林老板吗？我是市里的海鲜批发商老赵，听说你手里有一批极品金沙蛤蜊，能不能匀点给我？赵总，我的卧货已经全包给陈总了。我知道，这不是陈总那边流出来的一点样品在市面上引起轰动了吗？现在圈子里都在传，说你的蛤蜊是这几年难得一见的尖货，壳薄肉厚，鲜甜回甘。他急得在市场里到处拉人，结果没人愿意收。周强的报应来得比我想象的还快，我一夜一夜地想着如何发展滩涂。陈子，出事了！我刚从镇上回来，听说周强把他家那栋楼给抵押了。他这是要干嘛？疯了！现在村里都在传，他见人就说你抢了他生意，断了他财路。这小子现在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知道了，徐叔，我会注意的。周强这是把最后的老本都押上了，他不是想翻本，他是想跟我同归于尽。徐叔走后，我没心思再测水质了。我站在滩涂边，看着那些在水打蛤蜊。这批货要是出了事，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当天晚上我没睡觉，我把那30万定金取了一小部分出来，买了一堆摄像头和水质异常报警器。我把摄像头和水质报警器都组装好，放在了滩涂周围。这天晚上深夜2点。突然一阵尖锐刺耳的报警声猛地划破夜空，屏幕上正在疯狂地闪烁着红光，氨丹含量在短短3分钟内从几乎为0的正常值飙升到了20倍。现在冲上去，逞一时之勇，我的蛤蜊就全完了，救蛤蜊要紧。我这里是西头死水湾的凌晨，有人在我的养殖场投毒，人赃并获，视频证据我已经保存好了。对，他们刚走，往东边村路跑了。凌晨，我真是被你阴了一手啊！第二天，整个村子都炸了锅。周强因为破坏他人生产经营，直接被拘留了。再加上他借的高利贷，债主直接上门封了他家的房子，他那个滩涂养殖场彻底停摆了。请问是林晨先生吗？久仰大名，我姓方，方正集团水产事业部的。我们对您的养殖技术非常感兴趣，不是买货，是想谈合作。如果方便的话，明天我想带团队过去拜访一下。方正集团，林老板，年轻有为啊！方总过奖了，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方月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这趟浑水比周强那摊子事要深得多。这里是引水渠，那边是育苗区，水质都是每天监测的。林老板这片滩涂抵制改良做得很彻底啊，硫化物处理得很好，基本闻不到腥臭味，下了点功夫而已。林老板，明人不说暗话，方正出资金、出渠道、出品牌，你出技术，我们帮你把规模扩大100倍，产品卖到全国。至于利润，3、7分，你3，我们7。方月语气温和，像是在跟我商量，但那份不容置疑的自信却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周强当年也是这么说的，只不过他更大方，给了我对半分。陈总应该不会主动去找方正集团吧？方月语气温和，像是在跟我商量，但那份不容置疑的自信却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周强当年也是这么说的，只不过他更大方，给了我对半分。方总，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这个地方的？陈总应该不会主动去找方正集团吧？陈总讲究的是独家货源，他不可能把我的信息透给一个竞争对手。
林老板果然心思缜密。我的呼吸猛地一滞，那个老者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我外公方建国。30年前，他和您外公在省水产研究所是同事。我父亲说，您外公当年提出的那套贝类生态循环养殖理论是天才级的构想，只可惜当年的设备和资金条件都不成熟，最终没能实现产业化，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外公，他只说自己在海边摸爬滚打了一辈子，我一直以为他是个野路子出身的土专家，原来外公也曾站在科学研究的最前沿。我明白了，方月今天来根本不是什么偶然，他们是有备而来。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我的蛤蜊，而是我外公留下的这套完整的养殖配方。方建国、方月，他们等了30年。方总，既然令尊和我外公有这层渊源，那这件事儿我就更不能草率了。3七分，我拿3，不可能。我的条件是技术入股，成立新的合资公司。我在这家新公司里占比不能低于45%。徐叔在旁边听得心惊肉跳，我没理会他们，继续说我的条件。配方的核心部分，我不会以任何文字式交付，所有的改良剂和水质调控都必须由我授权的人来亲自操作。我们可以提供成品，但配方不行。林老板，年轻人有魄力是好事，你的条件我需要回去和董事会商量一下。不过林老板，有些东西不是一个人能守得住的，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你外公当年也是这么想的。这句话像一根冰冷的针，狠狠扎进了我的后脑勺。什么意思？外公当年发生了什么？之前我只关心里面的配方和养殖技术，很多字迹潦草的笔记我都忽略了。这一次我一页一页的翻，一个字一个字的看。我找到了一行被浓溶墨水反复涂抹过的字迹，是外公留下的。我把笔记本凑到灯下，用强光手电筒从纸的背面往上照，借着透过的光，我看到了那几个字：方建国，不可信，窃我成果，配方第3段已销毁。是王丽发来的一条微信消息，她让小心方正的人。周强只是个棋子，周强是棋子，谁的棋子？方正集团的？这会不会是另一个圈套？不过王丽在这个时候联系我，事情没那么简单。什么意思？我不是周强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是。从方月拿出那张照片开始，我就觉得事情背后藏着一张巨大的网，周强只是网上的一只飞蛾。方正集团、水产事业部、商业情报岗，我的任务就是调查这片海域的养殖潜力，以及你外公留下的东西。商业情报岗，所以你接近周强都是计划好的？是。半年前，我们集团通过卫星遥感和大数据分析，就锁定了你们这片海域。数据显示，这里的底质和水文条件非常特殊，是顶级贝类生长的绝佳地点，所以公司派我过来做前期摸底。我们先找到了周强，因为评估报告显示，他这个人好大喜功，急于扩张，有明显的性格缺陷，非常容易被操控。与此同时，我在暗中收集你这边所有的数据，你每天什么时候测水，什么时候改良底质，用了什么东西，我都通过装在周强滩涂那边的长焦相机和无人机偷偷记录了下来。我的脑子嗡嗡作响，我以为的那些孤独奋斗的日夜，原来一直有一双眼睛在暗处窥视。周强投毒那件事方案是我给他出的，我告诉他，这是唯一能让你破产的办法。当然，我也知道你肯定有防备。我的真正目的是在你采取紧急措施后，去现场远处提取被你中和过的水样，拿回去给公司的实验室分析成分。原来是他，是他一步步把周强推向深渊，也是他，差点毁了我全部的心血。你，对不起，我知道现在说这个很可笑，但我今天来不是求你原谅的。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愤怒解决不了问题，我需要知道他今天来的真正目的。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背叛你的雇主对你有什么好处？因为方月还没能完全破解你外公的配方，但已经分析出了几种关键的稳定剂和促进剂，他觉得离成功复制已经不远了，所以他已经不打算和你合作了。他准备动用他在省里的关系，直接申请这片海域的优先养殖使用权。他顿了顿，说出了一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理由是科研开发和规模化产业升级，一旦省里的批文下来，你连现在这片滩涂都保不住，你会像30年前的你外公一样被一脚踢出局。我终于明白了方月临走时那句话的含义，有些东西不是一个人能守得住的。他们根本就没想过合作，他们要的是吞并，是掠夺。我硬碰硬，我肯定不是方正集团的对手。我不能等批文下来，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你为什么要帮我？我不想再做别人的棋子了。方月这个人比周强可怕100倍。不管他真实动机是什么，他给我的这个情报至关重要。我知道了，今天的事儿谢了。我不能用自己的手机，我不知道方正集团的监控到了什么程度。陈总，是我，林晨，我需要您帮我一个大忙。林老弟，怎么用公用电话打过来了？
出什么事了？您听我说，我需要您利用您在省城餐饮圈的人脉，帮我联系3家规模最大连锁楼样品，立刻送到他们手上。林老弟，你这是要抢时间？我要在1周之内跟他们签下独家供货协议，我要把省城1半以上高端餐饮渠道都攥在我自己手里。我要让他们知道，技术不是唯一的核心竞争力，渠道也是。只要我手里攥着这些独家渠道，方正集团就算拿到了海域使用权，养出了蛤蜊，也卖不进最高端的市场。到时候他们就得反过来求着我合作。我要建一道属于我自己的壁垒，技术壁垒加上渠道壁垒。好小子，有种，比我年轻时候还狠。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亲自去一趟省城，帮你安排。林老弟，搞定了，3份独家供货协议都签了，预付款明天就能到你账上。这只是暂时的防线，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方正集团这头巨兽不会这么轻易放弃。更让我不安的是外公笔记本上那行字，配方第3段已销毁。如果第3段真的存在，而且是整个配方的关键，那我手里现在的技术可能只是一个残本。而方月，或者说他父亲方建国，似乎知道第3段的存在，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这是我以前用来检测钞票真伪的，现在却有了新的用场。这是什么？是配方第3段的藏匿地点吗？我关掉紫外灯，打开手机地图，小心翼翼地输入了那串坐标。定位点落在了一座祠堂里，红色定位点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蓝色标记，地质勘探许可申请，申请单位方正集团资源开发部，申请时间3天前。方正集团已经动手了，我不能再等了，多等1分钟，外公留下的东西就多一分危险。谁呀？大半夜的奔丧啊！比天塌下来还严重。这事关我外公留下的东西，可能是我下半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我必须马上去。油不多了，路上自己加，路上开慢点，安全第一。拿着，出门在外，身上不能没钱。徐叔，谢谢您。车我用完马上给您开回来。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滚蛋！我握着那还有点温热的车钥匙和钱，心里沉甸甸的。我不敢走高速，怕被监控拍到，只能沿着国道和省道一路开。我不敢把车直接开到祠堂，把车停在村外一片小树林里，用树枝盖了盖。远远的，我看到了那座废弃的祠堂。难道他们还没来？还是已经来过了？定位点就在祠堂的正正中央，东西应该就在这下面。可是，这么多石板，到底是哪一块？外公没有留下任何标记。大部分石板的声音都很实，说明下面是实心的。声音是空的。找到了！我激动的心脏砰砰直跳。我爬出洞口，把那根木棍拿下来，对着铜锁狠狠地砸了下去。终于，在不知道砸了多少下以后，咔嚓一声，锁扣断了。我掀开沉重的铁箱盖，箱子里没有秘籍或者配方，只有一封信。信的下面是一本厚厚的皮质封面的日记。陈子，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有些事我本想带进棺材里，但思来想去，还是应该让你知道真相。当年中的研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方建国却力寻西，他想用化学激素来催生，快速实现商业化。我坚决反对。我没想到他为了得到完整的技术，竟然联合外面的资本给我设下圈套，诬陷我窃取研究所的机密数据卖钱。我被调查，被停职，最终被开除，我一生的名誉毁于一旦。我心灰意冷，逼我交出第3段，对外宣称配方第3段已销毁，然后带着所有的原始数据和研究笔记回到了老家。陈子，我把日记留给你，里面有当年所有的证据。记住，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人心有，守住它，用好它，不要像我一样。信到这里戛然而止，我拿着信纸的手抖得厉害。原来外公的死不只是因为年纪大了，更是因为郁郁而终。我拿起那本厚厚的日记，翻开第1页，里面果然夹着当年的调查报告、伪造的签名文件，甚至还有一盘小小的录音带。方总，就是这里了。我们的勘探设备显示，这下面有金属反应，应该就是那个箱子。是方月，
他们还是来了。这地方可真够破的。方总，您说那个老家伙真会把东西藏在这种鬼地方？闭嘴！开始干活，用金属探测器再定位一次。方总，就在这儿，正下方3米左右。很好，把设备搬进来，准备破拆。动作快点，天亮前必须拿到东西。这个密室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我头顶的洞，我被毒死在这里了。等等，我突然想起了外公信里的一句话，他藏在这片海域的潮汐里，藏在后山那些不起眼的植物里。后山那里的砖块砌的没有其他地方规整，缝隙里好像还有些新鲜的泥土。我用手敲了敲那面墙，声音比另一面墙要空洞一些，有出口。外面是通的，我没时间了。外面是黑漆漆的一片，我发现这里是祠堂后面的一个斜坡，非常隐蔽。我把日记和录音带用衣服紧紧裹在胸前，我急忙从那个狭窄的洞口钻了出去。方总，下面是空的，有个洞。下去看看。我只有一个念头，跑到村外，开上。天已经大亮了。我掀开盖在车上的树枝，拉开车门就钻了进去。启动车子之后，赶紧离开了这里。陈子，你这是掉哪个山沟里了？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你外公的遗物我们可以合作开发。明天上午10点，我在镇上最好的茶楼等，希望你能来，我们开诚如不公的谈一谈。核查发现箱子是空的，里面最重要的东西不见了，知道来找我合作了。晚了，现在主动权在我手里了。我找到了王丽的微信，给她发了一段录音。只要把这个姓林的搞掉，他的那些数据和笔记不就都是你的了？到时候我们公司注资成立新的研发中心，你就是首席科学家。那个太监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把它彻底搞臭，他是不会交出第3段的。王丽，把这个发给方月。第二天上午，我准时出现在镇上那家最好的茶楼。我推开包间的门，方月已经坐在里面了。他看起来有些憔悴，显然这几天没睡好。林先生，你总算来了，快请坐。方总，想谈可以，先把这个签了。内议的一份股权转让变协议，方正集团无偿转让其刚刚通过科研开发名义申请到的关于我这片滩涂及周边海域的优先养殖属性权给我林晨。林晨，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方总不是说要开诚布公的谈吗？这就是我的诚意。你先把不属于你的东西还给我，我们才有谈下去的基础。你以为你拿到那点东西就能威胁我？你这是敲诈！敲诈，方总，话不能这么说。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东西，至于威胁，我还没开始。方总，毁坏历史文物，这罪名可不轻啊！尤其是这座祠堂还是我们林氏家族的祖产。你说，我要是把这段视频交给文物保护部门和媒体，会怎么样？还有，这个东西，我向方总应该不陌生吧？你父亲当年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啊！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为我外公讨回一个公道。另外，再和你和方正集团谈一笔真正的生意。哟，这么热闹啊！方总、林老弟，没打扰你们吧？陈总，您怎么来了？我来给我林老弟站个台，顺便告诉方总一件事儿。从上周开始，省城3家最大的餐饮连锁都已经和我的林老弟签了独家供货协议，也就是说，未来3年整个省城高端市场金沙蛤蜊都姓林。现在不光是技术，连渠道都掌握在我这位小兄弟手里了。我看着他，心里没有半分同情。方总，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新的合作方案了吗？我姐，笔尖划过主面，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是他野心的哀鸣。说吧，我的条件很简单：第一，以方正集团的名义公开向我外公道歉，澄清30年前的冤案，恢复他的名誉。方正运团可以出资金、出管理、出渠道，但技术必须以我个人名义入股。你想要多少股份？51%，我要绝对控管权。这家公司必须我说了算。不可能！51%，那你这跟自己干有什么区别？我们方正凭什么给你投钱？就凭我手里有你们永远复制不了的技术，也凭你们方丈集团需要这个项目来挽回声誉，更凭你们别无选择。方总，我觉得林老弟这个提议很公道，
技术是人家的，名声也是人家的。你们方丈集团出点钱，占49%的干股，每年等着分红，这笔买卖不亏。好，我答应你。林老弟，你今天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了。一个人单枪匹马把方正集团这头巨兽给扳倒了，厉害！要不是您最后来撑场子，他也不会这么快松口。这次多谢您了。谢什么？我这是投资，我投的是你这个人。我相信你的未来绝不止于一片小小贪图。外公，您看到了吗？您的冤屈我替您洗刷了，您的心血我守住了。从今天起，金沙蛤蜊将真正的走向世界。没过几天，方正集团因为我的强性要求，发布了解释当年损害我外公名誉缘由的报纸。虽然报纸上把责任都推给了个别管理人员，把方建国的名字模糊化了，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方正集团在公开认错，在为30年前的丑闻买单。这报纸在省内水产业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我外公的名字从一个被遗忘的污点人物，变成了坚持真理、不畏资本的悲情英雄。外公，我终于做到了，你好好安息吧。1周后，我和方正集团的合资公司正式挂牌成立，叫金沙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我以核心技术和品牌知识产权入股，占股51%。方正集团首期注资5000万，占股49%。方正集团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财务管理和市场推广。公司的总部没有设在省城，而是就设在了我们镇上。我从那个四面漏风的窝屋搬进了宽敞明亮的董事长办公室，看着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和楼下进进出出的员工，我还有点不习惯。我正跟市场负责人聊着下一季的供货计划，眼角的余光突然瞥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背影。在市场最角落的一个装卸区，一个男人正费力地从一辆大货车上往下搬运一箱箱泡沫箱，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得多。是周强。已经过去快2年了，我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他，没想到会在这里以这种方式重逢。你是怎么干活的？一箱东星帽，好几千块钱，你赔得起吗？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赔。这箱鱼多少钱？我赔了。您是林董，够了吗？够了，林董，您太客气了。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吧。好，什么时候出来的？半年前，表现好，减了刑。出来后就来这里了。我没文化，没技术，只能干点力气活，1个月3000块，包吃住，也挺好。那个曾经飞扬跋扈的周强已经彻底消失了。林晨，对不起，当年是我鬼迷心窍，是我对不起人。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说实话，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那点残存的恨意早就烟消云散了。我们毕竟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兄弟，你还想回海边吗？我还能干什么呢？我现在就是个废人。我准备在邻省再开一个分厂，那边缺一个负责后勤和安保的管事儿。你以前管过厂子，有经验。你让我去？你要是愿意的话，工资不会太高，活也累，但是个正经活计，至少能让你重新站起来。我看着他，心里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把敌人踩在脚下，永世不得分身。我看着眼前这片广阔无垠的大海，看着它在落日下变换着瑰丽的色彩，心里一片宁静。我守住了外公的传承，守住了自己的本心，也守住了这份生我养我的大海，这就够了。